鸡真乖，哎，让爹拔个萝卜。哦，哎呀，这个萝卜拔不出来呀！啊，母亲，爹上次教你那几个星星叫什么？还记得吗？忘了。北斗七星啊，忘了，黄鸡忘了。来，上马喽，走喽！要不要跑快点，红姐？这炷香烧完，你的腿也就不疼了。我的腿不疼啊！幼种，你这回可骗不到我了。不是，怕是真疼。那小师傅，你赶紧想想办法呀！施主所中的12种稀世毒物，小僧能见到，可真是三生有幸。这怎么还能叫三生有幸啊？小僧研修了数日，终于一一找到了解法。那你赶紧解呀！可是施主又服了12种的解药，这些解药更加稀有，毒性更杂，小僧还未参透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他没有服那些解药，反而更好治。然也。没事的，我知道你是好意，小师傅会有方法的。这24剂猛药已经让施主经脉错乱，武功全废。至少人还活着嘛。也许活不到明日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别想能。小师傅，你快救救他呀！你起来，你醒醒！小师傅，小师傅，小师傅，你救救他呀！这护心丸可保住经脉，暂保施主这2日体内毒物不会攻心，仅此1颗。我去找些药材，他就烦请你照顾了。小师傅，路上小心，快去快回。真香啊！这是我的，这是给你的。好。猜几个？1个。好啊你。嗯。
小僧人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其实他不回来也挺好的。小僧路上耽误了2日，施主现在如何？好多了呀。这位是啊，在下马大，小师傅救了我一家老小，差一点低掉了性命，在下愿意一辈子服侍小师傅，来报此大恩呐。小师傅又积了功德呀。积了那边的功德，却损了这边的功德。护心丸的药效已过了2日，毒物已经攻入心脉。小师傅，你再帮我个忙呗。跟你认识，从没跟你喝过酒，还真是。你们肯定很能喝吧？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比我能喝的。试试，来。哎，你没骗我吧？你确定是小师傅让你喝的酒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要不等下他回来，你自己问他。行。怎么样？有点辣。再来点。你刚去哪儿打的鸡？我那个鸡是在那个后面的那个小树林里打的。你知道我们叫花子怎么弄叫花鸡吗？这酒劲怎么这么大呀？因为这就不是酒，是药，就像你给我吃浮木散一样。小师傅回来了，我的毒可以解了，我也就不用再装了。你一开始就猜对了，我就是世子请回来骗你的，只是没想到被你抓住了，被你折磨，被你折腾，害我中毒，差点死掉。我就是要等到这一天，好好的报复你，你还想拿刀啊？哎，醒醒，醒醒，听清楚！我要把你卖到最远的地方去，我要把你卖给人贩子，卖到最深的深山里头，我要让所有人都找不到你。劳烦你送他回挪屋，小心点。放心吧，那我走了。施主，你这样做也许会后悔的。都要死了，
也没有机会后悔了。但至少他还好好的活着。行行好啊！哎呀，大爷给点吧。大爷，看见门口那几个丐帮的了吗？大爷，那肯定是探子。你怎么知道？不好好要饭的，肯定有问题。厉害，不愧是五代弟子。哎，得罪了庞舵主，沿途都是他的探子，我们得换条路啊。但一直绕路都耽误几天行程，这样下去赶不上比武大会了。老家伙啊，吃了！呀，一个人就你墨迹，吃什么开？老实点，老实点！又欺负老实人。照一下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别动啊，别动！来，谢谢大侠，谢谢大侠。这是你们应得的。再欺负人，再欺负人，我见一次打一次，听到没有？不可能，是，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怎么了？此计甚妙。哎，但你确定这样，他们就认不出我们了？这帮人狗眼看人低，他们只认衣服不认人。哦，还有大壮，没想到你这脑袋还挺……哎，叫什么大壮？我现在是玉树临风的玉树公子，你是我的护卫，别叫错了。那为什么不是我当公子呢？你才在江湖上待几天呢？我在江湖上这么多年，我比你了解他们，知道了吗？哎呀，你是我的护卫，护着我点。是公子。哎。少主，少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今日之事，要是说出去，你们提头来见我。是，可是少主你闭嘴！赶紧去，给我招匹快马。撤！鱼。骗子！撤！这些天我日夜参研，想到了每种毒的解法，可偏偏没想到这红土风毒的解法。我感觉我的手掌越来越不听使唤了。这种毒会让人变得像木头一样，然后就死了。嗯。还有多久？1、2个时辰。小师傅，劳烦你跑一趟君山东边的杏林，跟我爹说，他让我办的事情我办不成了。小僧一定办到。还有，找一棵漂亮一点的柳树，把我葬在柳树下。来，小张喝点水。看这个悬赏令干嘛呢？万一碰到真的世子呢？嘿嘿，这可是我的50两啊，我都想好怎么花了。30两买地，10两盖房子，10两娶个媳妇儿。小二点菜。哎，来了，来了。哎，小壮，公子，想吃点什么呀？公子在这儿，在这儿。看着不像啊。你一个跟班的，你坐这儿干嘛？站后面。哎呦喂，公子，您想吃点什么呀？什么鱼啊、肉啊的，随便上。好嘞，您稍等，马上就来啊！哎，你稍等。怎么了？你又不是真的公子，别乱点，盘缠不够用啊。8个馒头。
就要8个馒头啊？对，就8个馒头，谢谢你啊。行，那你们等会儿吧。哎，你是不是担心我们路上的盘缠不够？当然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去君山有2条路，一条是大家都知道的大路，还有一条是只有我知道的小路。只要我们开始走小路，我告诉你，最少省3件事。2位公子，可否与你们共坐一桌？请。方才听2位说，2位要去君山，还有一条近道。我正好也要去君山，可否与2位共行？敢问姑娘，为何独自一人要前往君山呢？这刀还给你。我不是世子，我是个叫花子。我住在君山东边的杏林里，不信你可以去问。我不管你是谁，我下了聘礼，你就是我的人。我去找一个我的故人，他对我有恩，救过我的命。后来我俩走散了，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会去君山，所以我想去君山找他，想问问他，为什么把我给卖了？被人卖了，也是个可怜人。跟我们一起吧。啊！哎呦，多一个人没关系，反正小壮都跟我们过来了。谢谢这位公子，想吃什么肉菜，随便点，我结账。加份肘子。哎，阿星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儿？那个姑娘不能跟我们在一起，她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啊？你想一下，刚才吃饭的时候，那么多空桌，她为什么非要跟我们在一起吃呢？而且还要请我们吃，最后还要跟我们一起去君山。你再想一下，既漂亮又单身，还很有钱。这种姑娘为什么跟我们在一起呢？为什么？只有2种可能。第一种，她是女贼，贪图我们身上的一些东西；第2种，就是因为爱情。她不像女贼，那就只剩下爱情了。你是不是也认为她喜欢我？我这玉树临风啊！公子，回想一下，你哪里有些什么误会？怎么会有误会呢？你想一下啊，就刚才，他拿马刷子，甩我一脸的水，这就是暗示。好，这都不算什么，后面，他把我堵在门口不让我进，他后面还摸我，这种种迹象表明他就是喜欢我。哎呀，好，我们假设啊，他喜欢你，哇，喜欢的不得了。
那为什么他不能跟我们一起呢？阿星，你曾经说过，要学习降龙18招，要当丐帮的帮主，为国为民，惩恶扬善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儿女私情不应该想啊！大壮，我没想到，所以这件事得你出马。我怕我自己去了以后，这黑灯瞎火，孤男寡女，我自控力又差，所以还是得你去。你得告诉他，我跟他在一起不合适，得让他自己退出。好，婉拒啊！姑娘，我能进来吗？进来吧。你即将要听到一件很荒唐的事。有话快说。我公子认为你喜欢他。等等等等，我喜欢他的什么呢？你喜欢他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认为你喜欢他。你想去君山，对，他不带你。不带这么出尔反尔的。那有解决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他认为你喜欢他，但是他因为我，所以他觉得他不能喜欢你。所以呢，只要你让他知道，今晚我已经成功说服你，克制你对他的喜欢。而且呢，在路上你跟他保持一点距离，但是不能太多距离。就比如说你今天碰他的胳膊很好，然后你跟他两个错身，让不让？让不让？如果……哎，等等等等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到底要我干什么？要去君山？对。他是唯一知道捷径的人。对。那你得配合演出。什么演出？喜欢他，但又不能喜欢他。你们男人戏可真多。说了吗？什么？说了吗？说了呀。嗯。小壮，你记得我昨晚跟你说过的话吗？昨晚说过的话记得吗？小壮，昨晚跟你说的话记得吗？哎，你昨天是婉拒的吗？啊，婉拒了。我也没想到会哭这么厉害，伤得太深了。里面还有一口，给你吧。给他吧。他怎么对我还这样？哪样了？看不出来吗？最后一口水给我了，这还不够明显吗？一会儿你再跟他好好说说，不行就直接一点。行。哎，等会儿啊，我先给他点暗示。有些事情不能强求，一个也只能是一个，明白了吗？哎呀妈！我这刀怎么会在你那儿？你的刀？是啊，我之前给了一个乞丐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们果然是一伙的，骗子！骗子！你该不会还猜不出来我是谁吧？世子殿下，
你该不会是挪乌族的公主伊火姑娘？伊火姑娘，对于逃婚之事，实在是抱歉。你去君山真的是去比武？等我找到那个臭乞丐，再来找你算账。这。阿星，快跑！这边有狗，我都被咬了！阿星，哎，好巧啊！对，就是这么巧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我也不想这样。哎，人呢？人生在世，世事难预料。对，就是尿了个尿。我问你人呢？走了。全走了。哎，马呢？走了。也全走了。这，我们怎么走啊？哎，阿星。时辰已到，收名册。稍等！我就说来得及吧。真对不住三位，你们来晚了一步。都怪你们俩挡着我，害得我连名都没报上。不是，大哥，能不能商量商量？不行，我们真的是千里迢迢来的。调。哦，我们迢迢来的，我们在路上真的是受伤了才耽搁时辰的。不是，你看，你让我看一看，快走！哎，不是，大哥，别走啊！哎，大哥，怎么办啊？兄弟，啊，这个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朋友所赠。你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忘了问。他现在人在何处？我不知道。你是不是害了他，抢了这个口袋？伯父，我认识你儿子，我给你带口信了。洪七他娘死得早，这小子啊就是逃，我也没能好好管教他。这些啊是洪七啊小时候自己做的，他就喜欢这些。就是啊，这臭小子爱惹麻烦。伯父，他那叫热心，就是因为他热心，我才得以脱困。不过匆忙间，我跟他却忘记互通姓名，真是……千里迢迢为帮主之位而来，你的雄心也不小啊！当帮主，为国为民，惩恶扬善，修炼武功，成为天下第一。有志气，我还是小看了你的雄心啊。不过这降龙18掌可不好学，比当帮主难多了。不瞒你说啊，上几位帮主都是功败垂成，只学会了1周办事。伯父，不瞒您说，不难我也不来。不过我还是来不及了。本帮到处是蛀虫，却有处处漏风的好处。报名之事啊，我已经帮你安排妥了。
多谢伯父。不用谢，走，出去喝2口去。好，多谢多谢。你跟七兄弟，真是我的福星啊！我儿总给我买这种酒，他最喜欢喝了。今天我就用它来给你接风。来，好，那今晚呢，一定要喝个痛快。好，来。你不是来比武的吗？一火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哦，我来带个口信。来走动关系的口信吗？还说你跟红七没有勾结，没有骗我。我真的没有骗。狼狈为奸，臭味相投。这位姑娘，你找犬子有什么事儿吗？你把红七藏哪儿了？红七，他没回来呀。是吗？是啊。告诉他，他以后不用回来了，因为我把他的房子给烧了。他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15。别！少主，少主，找到了。说。什么？有村民路过，亲眼看到小师傅把他埋了。姑娘，怎么了？红七他死了。你说什么？还记得那几个星星叫什么名字吗？对，北斗七星。红七长大了。儿子没了。一火姑娘说的对，我和七兄的确关系匪浅。我和他虽然只是萍水相逢，却如神交已久。那一火姑娘和七兄是怎么认识的？这是七兄最爱喝的酒，我也曾经和他在月下畅饮。七兄，敬你。他教我的江湖骗术。他骗过你吗？他救过我。一根大狗棒，一身破落袍，吃得下100家饭，演得了1000般苦。世人多嫌弃，谁曾想，往来无痕，去留随意，
若子，我自认逍遥。你是我心间扎根的念，挥不尽的缘。你是我将眼无法翻越过的山岳。哪怕与世人自我对，情之恋无人可解，也绝不肯妥协，只你这一回。这是阴间吗？施主还在阳间，只不过差一点就不在了。我记得我不是死了吗？那是假死。施主说想葬在柳树之下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，就是黄土风蛰到的虫子都会假死，埋入土中还可以活很久，作为它们幼虫的食物。所以我试了试，把施主埋入土里，让土中的地气帮施主回暖、排毒，居然试对了。小师傅，咱们来解下一种毒吧。施主今天有所转变。我醒来之前做了一个梦，我在梦里见到一个人，我想再见见他。施主，把手伸进来。什么在咬我？刚出壳的五步蛇，此毒需要五步蛇毒克制，大蛇毒性太大，施主会因此丧命。小蛇可以循序渐进，7日之后就可以将它们放生了。蛇毒和毒物的融合之物，乃是更珍惜的毒物。小师傅总是将我排出的毒物收集起来，不知为何。实不相瞒，小僧身患顽疾，所以才钻研医术。这次到南疆来，就是为了寻找珍稀毒物入药。本来久寻不得，却在施主身上找到。说起来，还要谢谢施主。与我是砒霜，与你是良药啊！咱们还真是有缘分。是不是寒毒又发作了？比上2次如何？心口也开始冷了。气海空虚，阳气溃散，再不护住真元，恐怕性命就难保了。太可惜了，那就不能帮着小师傅你治病了。生死在前，却念他人，施主真是大仁大悲。小僧知道一套治阳的养生功法，可以御寒。施主不妨休息一下，有没有用，就看缘分了。姑娘，吃点东西吧。伯父说家中狭小，只能在此暂设灵位，祈愿逝者安息。这一次，君山比武，不分派别出身，五湖四海的英雄豪杰都来了。不妨去看看。我没兴趣。七兄，当时我们狂言要一起，五湖荡波催救人，
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。我就要上擂台了，定不负你所托。所托？小人弄权，七兄被赶出了丐帮。当日我们意气风发时，我们立誓要重振丐帮。原本我对这帮主之位不是太在意，但如今我一定为了七兄拼尽全力。如果我能当上帮主，第一件事就是帮七兄正名，第二件事是要兴利除弊，完成七兄的遗愿。祝你旗开得胜。姑娘，若是能来助阵，在下感激不尽。趁着无上的荣耀，抵抗浮世阴暗和尘嚣，不要9万里的那份冷傲，回望还剩多少？轰烈烈纵躁，别被世间混淆，究竟哪里是正道？下古问天下。何惧迎面的风暴，最终一场缥缈，像龙衔今朝，正道道。凡的梦摇，被世间悲欢离合为报，一路好自在逍遥。谁可乘着无上的荣耀，抵抗浮世阴暗和尘嚣？不要9万里的那份冷傲，回望还剩多少？穿风林渡桥，心小小冷滔滔，何惧迎面的风暴，最终一场缥缈，像龙衔今朝。